莱恩斯一杆犀利远拍，这一杆也是奔着先确保进球再说，没有刻意走位，因为他打进就可以赢分。虽然彩球没有衔接，不过可以先做上一杆斯托克，掌握主动。这是2021年英锦赛，本期我们继续来回顾下赵心童的夺冠之路。希望这一盘对赵心童可以起到警示的作用啊，不管是进攻端还是防守端，一定要更加的严谨。莱恩斯出手又是一杆斯托克安排上。莱恩斯是与台球皇帝亨德里同时期的球员，属于典型的老派球风，进攻火力一般，但是防守功底非常扎实。与赵心童尤其形成鲜明对比。赵心童可以说是当前年轻选手的典型，进攻强、准度高，但防守比较薄弱。黄球其实有薄切的角度，而且打进个超分，但莱恩斯依旧是选择继续防守，这就是典型老一派的作风，非常求稳，绝对不会做出任何莽夫行为。认为赵心童可能给自己定制的战术就是我只要局分领先我就浪，我就失球我就往里干，然后就被对手追平了，我就紧一盘松一盘。Nice， 莱恩斯又是一杆炸裂的斯诺克，这个防守就让赵心童比较头疼了，而且只有一次试错机会，接不到就被超分。这杆解不到，莱恩斯直接超分。Get that lane for. 又是一杆斯诺克接踵而来，这就是当年老一派的球风，即便超分，但该怎么打还是怎么打。当时这种球风随着亨德利的横空出世，后续得到改变。皇帝超强的单杆制胜能力，让很多选手看到原来斯诺克还可以这么玩。查理文追到了1-1。杨超越说，怪不得那个事儿会不了了之，也没不了了之啊。WST 还在调查中，但是我们反复说了啊，这个流程比较繁琐啊，他们本身效率也比较低，所以这事儿会慢啊。一般 WST 在每年苏格兰公开赛，就是12月份的时候啊，会举行一个董事会议啊。绿球继续稳稳地安排上斯诺克，莱恩斯这种稳健的打法，虽然单杆得分不高，但是给赵心童制造了不小的麻烦。赵公子被连追3局，差点就没有后续啥事儿了。现在台面超了8分，赵心童需要2杆斯诺克才能追到颜分。不擅长防守的赵公子，面对防守型老将，这样翻盘难度还是挺大的。台面25，2杆斯诺克颜分，所以还是要来争取一下。虽然莱恩斯的这个防守做不到跟自己想要的一模一样啊，但是看得出来他的这个想法还是非常全面的，防守端也是有经验啊。毕竟打这么多年球了，这场比赛2个人的平均主管时间基本上是一模一样。赵心童23.70，莱恩斯是23.82。好球，这又扎过来，是不是还能刮下？
差一点，滑高了。赵欣彤的2次防守线路都不错，但可惜力度控制还不够精确，这就是走位不够细腻的选手，打起防守起来确实有点差强人意。3. Charging tone 3. 又漏了。 4. 9. 50. 下面我们来看2人的第4局，这球攻就漏啊！如果犀利的准度，丝滑的逼杆，准度在手的赵欣彤确实可以为所欲为。白球虽然贴库，但篮球的中带还可以下球。想完全回下面台要黑，确实是有点难。现在台面散落的7个红球全部都有单下，如果这几个红球能够全部拿下，已经足够支持赵公子超分。啊，要红入黑。喜欢的朋友就感谢啊，不喜欢的就只能对不住了，改是改不了了。 Lucky. 直接去现场看不就解决了吗？是的，这其实现场还挺便宜的。我看前些日子 WS 怎么着啊，反正大概是这样。白菜价啊， 90. 中带里带，2颗球都能要。 27. 要黑球台就是球队左下还有1颗。 43. 看看这杆有没有机会去冲一个50加。 赵欣彤选择先 K 球堆，虽然怪到薄边没有 K 散，但效果却还不错，推接到上方的红球，这根红球打进就可以完成超分了。超分的红球。 51. 还有点麻烦，这球蓝斯够呛能放。 Jobson home. 58. And free. 莱恩斯也没有上来继续纠缠，直接放弃了。下面我们来看2人的第5局。 放进去了。莱恩斯白球摔带，赵欣彤获得一个低区手摆位的机会。在当前球形下，获得手摆位的机会，对于赵欣彤这类准度在线的球员来说，就比较有竞争力了。跑出来啊，好线路，能碰一下留个机会。没有的话有中带，擦过来有中带还好。上库愣来。 6. 这杆就调过来了，对。好球。篮球切进，顺利调整回来。从这一杆开始，赵欣彤算是入局了。此时红球挤在下半台，粉黑2球也毫无进攻机会。面对这种乱局，看下赵公子的进攻火力怎么样？哎，对，解决问题来了。底带是不是吃上了？中带。选择还是略有一些不太合理啊。其实外边散落着，起码上方这几颗，先把篮球。这球要黑肯定是解决问题啊，但是
要黑得先从右侧这颗红球开始要，它这明显还是小了。好在啊，左边的中弹。对，有个衔接。篮球啊，你到7、8套就已经很极限了，一个角度调到不对啊，不是向上的，你就再往回调就会向下的角度。 24. 移库之后顺利抓到黑球。其实赵勋彤上一杆也是想来走位黑球，但角度不理想后放弃了，重新过渡调整了一次。刚好有红球。黑球归位后，台面上的局势开始逐渐明朗。现在最右侧的红球还是障碍，赵勋彤需要找机会来处理。打掉之后，把右侧进球线路解放出来。追碰粉。冯曦啊，要不要把带口那颗先解？就是右侧带口那颗先解决。 38. 感觉这15分钟好像练球手感见火啊！现在再找底下这颗也可以。弹库不要弹太多。 43. 刚好。 44. 有一点失控啊。能接受。现在角度打美了，直接奔球队去了，就这就说一乐呵。现在还不到这种时候。 47. 滑下来没问题，弹一库较黑。 52. 53. 还得再要一颗红球。 球队可以看效果一般般。现在赵勋彤领先64，还需要再打一个红球才能超分。超分，好球！ 61. 66. 行，看着可以冲破100了，剩下的事儿。 67. 75. 83. 收下黑球，顺势将最后一个红球踢至袋口，唯一的难题也被轻松化解。赵勋彤这一杆要奔着青台过百去了。前进。 91. 97. 绿球打进，刚好单杆过百，赵勋彤拿到4比1的优势。开局打得很顺，但后面剧情反转，莱恩斯扎实的防守功底不停地给赵公子制造麻烦。又缩回到了一杆。 109. 隔壁奥沙利文追到3比3，这就是刚才赵勋彤破100的一瞬间。 115. 全青台破100，好球！下面是两人的第9局，反掌红球切进，赵勋彤再次上手。莱恩斯1比4落后，开始反扑，抓住赵勋彤远台不进的机会，连赢3局，把比分追到4比4。这局就是两人天王山之战的抢赛点。现在粉黑暂时都是死球，只能搭配篮球来组织进攻。这局从目前的球形来看，想直接打到超分还是并不容易的。 7. 篮球角度向上，不过上方还有一颗备用的红球可以过渡全接，只是这颗红球早早的打掉，有些可惜。 12. 30. 15. 16. 22.
彤这杆调整的不错，白球失位之后立马又给纠错回来。24. 这20多拿的还是很硬。 25. 赵欣彤这局用了一个细腻型的打法，高分彩球位置不好，他并没有选择直接去炸球碰运气，而是一直围绕篮球以及低分彩球抽丝剥茧。 Top 10. 41. 46. 47. 现在需要 K 球了，碰一碰。 好球，就差这个红球才能超分。赵欣彤这局进攻打得可圈可点，顶住了压力，稳住了局势。整个超分过程，超分彩球就用了1颗粉球。44. 这一杆50加打出来还是很硬的，打黑能碰红，当然进球压力大一点。 黑球打进，锁定胜局，同时把球形完全解开。这局赵欣彤最终打出11套红球的一杆清台，但这10记没有过百，还是因为高分彩球连接太少。 59. 65. 67. 这局是10分钟啊，赵欣彤是可以5分钟打破百的。 70. 也希望把这个手感延续到下一局啊，把这个比赛速战速决。 74. 不稳定的情况，其实长期以来都是它的一个特点。 9. 嗯， 85. 下面来看赵公子的赛点局。这杆长台其实打偏了一丝丝，轻碰到下方红球薄边接近。赵欣彤上手的这杆有一点运气帮忙。赵欣彤真是感觉没点压力就不会打。领先之后那什么呀，那球打的。 3. 4. 准度依旧在线，稳稳推进的同时走到篮球向下的角度。赵欣彤这杆算是把母球调整回来。 9. 10. 中远台的篮球非常的准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赵欣彤练习的视频？篮球点位70秒，连进13颗，这说明他的准度非常稳定。当然，比赛中还得考虑各方的因素，不会有那么恐怖的成功率，但准度是最基本的保障。要分， 16. 这盘算调过来，粉球有本底袋还能用，先吃底袋再说。 23. 这就有机会放黑球了。 28. 29. 很难想象赵欣彤这个，就他能在一场比赛4局比赛里手感呈现这么大的波动，真的是。好的那球啊，你都觉得47. 不可思议啊！这直接现在围着奔破百走了又。重新找回状态。关键是，说你对莱恩斯你还莱恩斯摇了摇头，虽然台面还没有超分，但球形已经被赵欣彤简化，可以说比赛的胜负基本已定。这场比赛，赵公子打出4杆50加，1个过百，进攻10分给力。去碰一个前16的这种球员，还有没有这种空间让你缓？这事儿就很存疑。其实这场球碰上莱恩斯都算赵欣彤的好运气，因为在这个阶段其实是会有糟心啊，本身上来是应该朱俊辉的，而上来个莱恩斯，这对于赵这杆走位出现了问题，现在赵欣彤还需一个红球一个黑球才够超分，但红球角度只能上去叫篮球，不够超分，就只能去处理球堆，让比赛依旧保持了一丝悬念。
球队 K 开并没有什么机会。现在赵金童领先66，台面剩余67，还要再打一颗。接下来赵公子要怎么办呢？尝试翻一个吗？这没什么翻盖的空间呀，两个。总传啊，这应该是太难了，中的。这就破坏一下就行了。一番烧脑后，想不到赵金童竟然选择尝试复合球。这个球确实打得胆大心细，并不是纯粹的莽夫行为。带着防守踢在粉球后，即便传不进也不留机会。接了，你小挨骂给球之后。赵金童67。叫黑。这是赵金童打得最好的一场比赛，甚至比他夺冠那一场还要精彩。面对希金斯毫不怯场，反而在落后的情况下越战越勇，最后成功逆转希金斯。很多球迷把这场比赛看作赵金童夺冠之路最关键一战。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回顾下。标志性的长台进攻就是赵金童的优势，逆天准度也是他能战胜希金斯的致命武器。这一点希金斯不得不服。不过此时的希金斯还是比较放松的状态，因为他暂时大比分领先，而且两人的实力从当时来看完全不在一个量级。心思7是什么意思？心思7是7号种子，7号种子。6。7。球型非常好啊，别掉半台的量，这球差不多拿下。现在台面球型非常好，全部都有单下，而且黑球点位左右两边带口都畅通，这是一杆制胜的球型，不出现简单失误，甚至还可以刷新一杆破百纪录。22。这叫粉球带的更舒服，现在维护的话还是要个精确度，要个调篮，没搓住。23。赵金童把右侧这个红球打掉之后，5颗相连的红球右边底带全部都有下球，球面越来越明朗，超分也只是时间问题。38。上锅要黑。39。赵金童和希金斯历史交手一共10次，赵公子4胜6负，这在年轻球员中是非常优秀的记录。要知道巅峰希金斯那可是能和火箭5-5开的男人，所以能和他打成平手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儿。46。47。好球，这杆脚尾很细，角度向上，可以先推上去过渡一杆篮球。打完篮球后，局面刚好延分。55。角度没问题，这球被一库弹起来，愣杀应该也可以杀得住，直接 K 了。60。哼，左手。不太情愿超这个价格。61。赵金童的出杆速度很快，在前段时间的一场比赛中，赵金童仅用时40分钟就擒取对手，平均出杆速度14秒左右，和火箭的速度有得一拼。机会去冲击破百。76。77。
84. 85.90. 赵欣彤是2016年开始转入职业，不过打了5年的职业，其实成绩并不是很好。之前最好的成绩是打进排名赛4强，甚至还曾经调出过职业。他也曾经想过放弃打职业，不过后来的种种原因还是坚持了下来。事实证明，他的坚持是对的。在2021年，赵公子迎来爆发，这一场比赛他不仅打败了希金斯，之后更是过关斩将，直捣龙潭，一举夺冠。这个系列比赛让他一战成名，名声大噪。好的，恭喜赵欣彤拿下了本赛季的第8杆破百，也是职业生涯的第94杆，全场比赛的第1杆。110. 现在赵欣彤职业生涯破百数是追平了桑坎姆，这比赛好球，4米长台空心入袋，赵欣彤依旧是犀利远台4点74的硬核防守。目前希金斯5比3率先到了赛点，他只要再拿下1局就可以淘汰赵欣彤晋级下一轮。现在的局面虽然红球比较分散，但是黑球是死球，本球就算摆回点位，目前来说也是没有下球，所以当务之急是要把本球点位周边赢下下球的红球清理掉，这是重中之重。这个如果周跃龙今天没赢，那赵欣彤进决赛就有机会很高。如果周跃龙今天赢了麦克吉尔，就是这轮赢了麦克吉尔，这球围粉蓝是完全有机会超分的。11. 篮球再放回来，思路很对。就围绕这2颗球啊，短时间不太好处理。有人说苏格兰公开赛的签表里没看见赵欣彤，那是非常正常的，因为赵欣彤同志在资格赛中2比4输给了雷佩凡。23. 28. 沙特大奖赛还没有吗？沙特没有大奖赛啊，沙特有大师赛，这赛季没有了，下赛季不好说。WST 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提沙特的事儿了，所以感觉有一点危险。打了几套之后可以知道，赵欣彤并没有想要强行把本球下球通道打开，而是一直用篮球来做连接。其实赵欣彤也是有针对篮球走位做过练习，他曾经在练球的时候连续打了10几套篮球，而且每一杆都是空心入袋。看得出来，这样的打法他还是比较得心应手。对于丁俊晖来说，如果土耳其和直布罗陀能打，这就算好消息啊，至少多2个比赛弄，那丁俊晖就更难了。41. 这杆围的真是可以啊！你看这篮球，在这杆之前角度上就没有问题过，这基本上这杆都是奔着篮球围下来的。看看有没有机会高杆。但是也没事，现在这个分数领先很多了，因为黑球是死发，右侧2颗死球，也这彩球分布也完全支持超分。这颗球打完之后，粉球上方那个底带都给腾出来了。47. 这一杆力度小了很多，没能衔接到中带，这就是用篮球做旋切的弊端。毕竟半台走位对力度和手感的要求确实高，稍有不慎，进攻可能就要中断，或者给自己制造进球难度。现在也只能拼一杆准度了。47. 一杆长台虽然没有打进，但是好在运气还不错，并没有给希金斯留下进攻机会。粉球下方这2颗左边底带的进球线路互相牵制住，这个结果也还不错。这个局面手握43分的领先优势，可以在接下来的防守中慢慢寻找机会。这盘球防的时间还是比较长啊，希金斯20多分钟了，将近半个小时没进球了，没觉得这么慢。
张金漏袋口了啊，这局要结束了。希金斯这杆防守出现破绽，给赵欣彤留下袋口球机会。这球要是动点赛，薄边啊，碰到就能进。好球！这标准当中，在旋转就能让出来。这一杆没能学这道彩球，只能继续防守。赵欣彤借机把粉球打到库边，看得出赵公子打球也是挺不脑筋的。这个局面让粉黑贴在库边，即便希金斯再有天大的本事，也难以翻盘。现在虽然是4颗死球，但是这4颗死球比较扎堆儿。又漏一颗。希金斯再次出现防守失误，留下简单上手机会。第3次上手打超分基本没有难度了，只要把剩下的3颗可以打的红球打完，已经足够超分。不利的局面可能消耗手感也未必是好事儿。台面上剩2颗球是43，还是有机会。两个就打完，为点低分惨。4. Six. 7. 54-43啊，这个球还放啊，还真不放。10. 赵金东 10. I'm afraid. 清理要直接要分。赵欣彤挽救一个赛点后，比分来到4比5。此时赵公子依旧是比分落后，而且黑球以及2个红球紧贴底库，球形同样不理想。看一下这一次赵欣彤能否拿下，继续救回赛点，把比赛拖入5比5双赛点决胜局。好位啊，有机会啊，决胜局有机会。台中这点球其实是都可以委婉的，粉球现在回这个点位之后，等把粉球点解开的时候，这粉球再上去。现阶段，未来3、4颗粉球还都在黑球点。14. 15. 现在心思这个丢赛点已经有点成惯例了。俩决赛丢赛点，昨天5比0领先松沙瓦。22. 这2局一直是赵金龙在得分啊，所以此时的球形已经10分明了，底库的黑球已经是可以不做考虑的死球。由于巫师手握27分，即便中间的红球全部围绕粉球进攻，赵欣彤也不够超分。底库的2个红球必须要解决掉1颗才行。差的还都挺多的。35. 36. 43. 这2局心思确实没什么机会，上手拿着27分的时候，球形也很难。49. 50. 先拿下再说。这杆可能要不到底袋了。59. 底库的红球还是没能顺利解决，但未能超分。不过赵欣彤此时领先32，在当前球形下，这也算是一个小小的优势。赵金东新的神奇防守啊，在这个局面赶上了远方的。
一转这一局，清台新思需要。不但白球摔袋，红球还停在袋口附近，巫师满脸郁闷地走回座位。他的这杆失误，在远台犀利的赵金童面前，跟送人头没啥区别。One. Six. 姚金章 6，心思还是不放。两杆斯诺克，哎，决胜局来了啊！感觉现在这个运气和气势。现在比赛已经来到5比5双赛点，双方一局定胜负。这杆长塔有些失准，而且2次撞击后留下了上手机会。这是赵金童逆转巫师的绝佳时机。赵公子在3比5落后的情况下，连救2个赛点，把比赛拖入最刺激的决胜局。能在753前面前做到这样的程度，除了过硬的准度之外，还需要非常强大的心理素质。赵金童用他自己这个很优质的防守拼出来的。安心思那是连打白球再往底部放，但是准度上不够啊，出现了2次撞击。3颗死球先上手的一方优势太大了。 7. 8. 啊，有女生下的角度。这就能奔着50分打，这决胜局兜里揣一半了。上方这3颗死球太难了。 16. 后不上手的一方来说，散落的红球就剩最后一颗，这杆必须要调整黑球角度来 K 球了。21. 赵金童追的这3局真的就没掉什么球。 22. 漂亮，非常完美的一杆 K 球，球堆全部被冲散了，而且都有单下或者可以拆解。赵金童只需要把这些可以单下的红球打完，已经足够超分。上面几颗贴库的完全不需要处理，非常好的局面。对，这样看来，希因斯应该是没有机会再上来了。有机会刷新他在英锦赛中的最好成绩。踢到下半台库边那个都不用管了，台中这点球没完。 37. 看心思连续，有可能会连续2。这4颗球是可以一右一左的顺序逐步拆解的。打超分之前不需要再 K 球，只要走位没有出现简单失误就行。如果心思也走掉的话，那这个1/8区之内的2位中国选手，2位种子选手啊，就是心思和丁俊晖。46. 那回想一下，在心思赛点之后，其实这3局的防守战里占上风的居然是赵金童。53. 但是这3局我觉得是赵金童的一个有力的回击啊，不管他的远台还是他的防守啊都没有问题。有些球迷说，这场比赛希金斯输就输在后程精力不足，毕竟当时的他已经46岁，对于这个年纪来说，如果打得顺利，一鼓作气拿下那是最好。如果和对手打得比较焦灼，就比如这一场双方打满11局的情况下，对他而言是非常不利的。特别是碰上赵金童这种又准又年轻的球员，精力时刻保持充沛，时间越长越打不过。大家觉得这样的说法是否符合实际68. 75. 此时比赛已经失去悬念，赵金童面对巫师完成极限逆转，这也是他夺冠之路上最重要的一场胜利。赛点后连胜3局，完成了一场漂亮的逆转，这样打进了英锦赛的。心思在赛点之后确实没有什么像样的机会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我是看台球的红豆，各位小伙伴记得点赞关注哦。